豆豆，这可是摄政王府，要不叔帮你敲门？不用。嘿，裴季川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是你闺女裴豆豆，你个不认娃的老登！我说，裴金川呢？让他出来！哪里来的野孩子？拖出去！你才野孩子，你全家都野孩子！不对，我也是你全家的，那你就是野爹。王爷，这孩子说他是什么？我娘是温玉瑶，这是我娘给我的玉佩。你当年辜负我娘不给名分，还嫌弃我娘商贾出身，你个渣男！你娘在哪里？我娘去天上了，没人给她请好大夫，没人给她买好药，她卧床咳嗽许久，最后再也没有醒来。她临走前让我来找你，说你有苦衷。我看你守着这王府安稳度日，哪有什么苦衷？王爷，这确实是您给温姑娘的玉佩，和您那半块龙屁是一对的。这孩子真的是您的骨肉啊！扶我，把他带下去，找个院子安置。然后呢？然后再说。裴季川，你不认我？我没有说不认你。那你就是认了。那你抱我一下。我不喜欢抱人。小主子，您先住这儿，缺什么只管跟老奴说。像，太像了，您这眼睛跟温姑娘一模一样。福伯，你认识我娘？认识。温姑娘当年在府里住了大半年，是个顶好的人。王爷那时候，都是命啊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娘和我爹到底怎么回事？小主子您先歇着，老奴去给您看看晚膳备的怎么样了。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喊老奴。我娘说了，当爹的应该把闺女宠上天，可我这个爹连抱都不肯抱一下。你不喜欢抱人，那我偏要你抱。婶子好香啊！哎呦，这是哪家的小娃娃？长得跟年华娃娃似的。我是裴豆豆，摄政王的闺女，就是昨天踹了王府大门那个。小主子，快吃，刚出锅的，还热乎着呢。婶子，你做的包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，比江南醉仙楼的包子还好吃。哎呦，小主子，您这话说的折煞老奴了。真的真的，我不骗人，做的包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回小主子，这是王爷上朝穿的朝服。很贵吗？回小主子，价值连城。爹爹很喜欢。回小主子，王爷最珍视这件朝服。小主子，你要做什么？万万不可啊！它脏了，脏了就要洗，我娘说的。小主子，您闯大祸了，这朝服不能水洗啊！为什么不能洗？衣服脏了就要洗，不然会变成臭臭的爹爹，没人喜欢。裴豆豆，这件朝服是你扔进鱼池的？对呀，爹爹你看，干净不？你知不知道这件朝服有多重要？知道呀，但是我娘说脏了的衣服就要洗，不然会变成臭臭的，没人喜欢。裴豆豆，从今天起1个月不许吃糖。不行，爹爹你不能这样，我帮你洗衣服你还罚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是你爹，我说了算。你昨天还不认我呢。今天认了。那你认了就更不能罚我，当爹的要宠闺女，你不但不宠我，还罚我不许吃糖，你是坏爹！爹爹你小气鬼，你会失去你的宝贝闺女的。小主子，您别往心里去，王爷他就是嘴硬。娘亲，我好想你，他们都把我当小孩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怎么哭了？玉瑶，对不起，明天把他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换了，换成最好的。是，王爷。找京里最好的绣娘，给他做几身合身的衣裳，料子要用最软的。再去库房看看，有什么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，都搬过来。是，王爷。他爱吃糖，明天去城南的糖坊，把各样式的糖都买些回来。王爷，您刚才罚小主公1个月不许吃糖。我说的是买了放着，等我气消了再给他。是，王爷。我就说嘛，我娘看上的男人不可能真是个渣爹。爹爹早上好。算了，我娘说了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小主子，您迷路了。没有，我在
我在锻炼身体。您的院子在南边，您往北走了3里路。那我就是在锻炼腿力。冷刀叔叔，你的背好宽呀。属下叫冷刃。冷刃叔叔。您有什么事？冷刃叔叔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你都不笑，也不跟我说话。属下没有不喜欢你。那你笑一个。属下不会笑。那我教你，这样，嘴角往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。冷刃叔叔，你耳朵红了？没有。就有，红的。属下的耳朵天生就是红的。骗人！你昨天耳朵还是白的。福伯，爹爹为什么天天去看桃树呀？那片桃林是王爷和温姑娘定情的地方，那些桃树全是王爷亲手一棵一棵种的。爹爹亲手种的。王爷说温姑娘最爱桃花，后来温姑娘走了，王爷就把那片桃林当成了念想。想娘亲就不能想我吗？我又没有抢走娘亲，我也可以陪爹爹看桃花啊。娘亲，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这里？你要是喜欢，你就让花瓣落在我头上好不好？爹爹天天来看这片桃林，不来看我，是不是因为这片桃林比我重要？他宁愿看树也不愿看他的闺女，凭什么？我才是他亲闺女，抢了我的爹爹，我要把你砍了！冷刃叔叔，帮我砍树。砍什么树？后院最大的那棵桃树，我要把它砍了。小主子，那棵树不能砍。冷刃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你不帮我是吧？我瞪了他一眼。那我自己来。我从布包里掏出弹弓，捡了一颗石子，对准那棵桃树就射。弹弓是我娘教我的，她说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万一遇到坏人，能跑就跑，跑不了就拿弹弓打他眼睛。我练了大半年，准度特别好。啪的一声，石子打在树干上，留下一个小坑。我又射了第2颗、第3颗、第4颗。冷刃站在旁边，表情很复杂。冷刃叔叔，你再不来帮忙，我就告诉爹爹你欺负我。冷刃，他终于动了，但他没有砍树，而是蹲下来，一只手抱住树干，用力一拔，那棵碗口粗的桃树连根带土地被他拔了出来。我惊呆了。冷刃叔叔也太厉害了吧！倒了。冷刃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小主子满意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还不够，我要让他再也站不起来。冷刃又沉默了2秒，然后把桃树扔在地上，一脚踩了上去，咔嚓一声，树干断了。我鼓掌。冷刃叔叔最棒了。冷刃的脸抽搐了一下。半个时辰后，裴继川回来了，他换好便服，照例去后院看他的桃林。然后他看到了他最爱的、最大的、种了4年多的那棵桃树，连根拔起，断成2截，横在地上，花瓣散落一地，树枝折得到处都是。而他的闺女正坐在旁边的石头上，晃着小短腿，吃着他昨天让福伯买的糖。裴豆豆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我舔了一口糖。这是你干的？对呀。我点点头。爹爹，你天天来看桃树，都不来看我，他抢了我的爹爹，我要把他砍了。裴继川深吸一口气，他的眼眶红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你娘最喜欢的桃树？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。这是我和你娘一起种的第1棵桃树，你知道它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心里突然有点慌了。我知道。我小声说。知道你还砍？可是爹爹，你天天来看他，不来看我。我的鼻子也酸了。我是不是和娘亲一样，都是多余的？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我自己都愣住了。裴继川也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但没说出话。我把糖塞进嘴里，转身就跑，跑到一半，我差点摔了一跤，但我没停，我跑回自己的院子，关上门，趴在床上哭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让爹爹喜欢我，我只是想让他看我一眼。可是我做错了，我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毁了。我把脸埋在被子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门开了，脚步声走到床边，停住了。然后一双手把我从被子里捞了出来，是裴继川，他抱着我坐在床边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。豆豆，他叫我，我哭得说不出话。爹爹不是不喜欢你，他的声音很轻很轻。爹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喜欢你。我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他，他的眼眶也是红的。爹爹这辈子只会打仗，只会杀人，不会当爹。他说，但你是我的闺女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那你还怪我吗？我抽抽噎噎地问。裴继川低头看着我，伸手擦掉我脸上的眼泪。怪。他说，但更怪我自己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盒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只桃花簪，不是被我摔碎的那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只簪子是我娘最爱的，被我摔碎之后，爹爹找了全京城最好的工匠，一点一点粘了回去。这是爹爹给你做的。他把簪子递给我，以后爹爹陪你看桃花。我看着那只簪子，上面刻着一朵小小的桃花，下面刻着2个字豆豆。我哇的一声又哭了，这次是高兴的。爹爹最好了。我扑进他怀里，使劲蹭他。爹爹不是渣爹，爹爹是最好的爹爹。裴继川被我蹭得身子一僵。好了好了，别蹭了。他的声音有点不自在，但我看到他的嘴角终于弯了一下，就一下。但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。
砍树的事过去之后，爹爹对我的态度变了很多。虽然他还是不太会笑，不太会说好听的话，但他开始陪我吃饭了。虽然吃饭的时候他不怎么说话，就看着我吃，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他还让福伯给我的院子里放了一个秋千，又让人在桃林旁边种了一棵小桃树，说等小桃树长大了，我们一起看花。我觉得我爹正在变成一个好爹，但外面的那些人好像不太想让他好过。那天福伯带我去街上买糖葫芦，我正啃着糖葫芦，突然听到有人在议论，听说了吗？丞相大人在朝堂上弹劾摄政王了。弹劾什么？说摄政王那个闺女来路不明，是野种，不配留在京城。我的手顿住了，还说摄政王败坏皇室名声，要求他把那孩子赶出京城。这丞相也太过分了吧！摄政王为国操劳这么多年，就为了一个孩子，谁知道呢？反正朝堂上现在吵得很凶，摄政王被逼得够呛。我啃完最后一颗糖葫芦，把竹签扔进垃圾桶。福伯，回家。小主子，您还没吃够。我是回家。福伯被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跟着我往回走。回到家，我跑到爹爹的书房门口，听到了里面的声音。王爷，丞相柳红今日在朝堂上咄咄逼人，联合了10几位大臣联名上书，要求您把小郡主送走。是冷刃的声音。送走？爹爹的声音很冷。他凭什么？他说小郡主身份不明，来历不清，有辱皇室门楣，还说温姑娘当年是商贾出身，配不上您，她的孩子。闭嘴！爹爹的声音像是淬了冰。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冷刃不说话了，我站在门口，攥紧了拳头。丞相柳红是吧？欺负我爹是吧？说我是野种是吧？说我娘配不上是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第二天，爹爹去上朝之前，我偷偷溜进了他的马车，躲在了座位底下。马车摇摇晃晃地走了，我在座位底下缩成一团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到了宫里，我趁爹爹下车的时候，从他身后溜了出来，钻进了大殿旁边的屏风后面。屏风后面堆着一些杂物，刚好够我藏身。我透过屏风的缝隙，看到了大殿里的情况。好大啊！金碧辉煌的大殿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，最上面坐着一个穿黄袍的年轻男人，应该就是皇帝了。爹爹站在最前面，一身玄色朝服，面无表情。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50来岁的老头，穿着丞相的官服，满脸褶子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陛下，臣再次上书，摄政王裴继川之女身份不明，来历不清，有辱皇室门楣，恳请陛下下旨，令其离开京城。那老头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。丞相此言诧异。另一个大臣站出来，那孩子手持龙凤佩，此物乃先帝所赐，非摄政王至亲不可得，怎会身份不明？龙凤佩。丞相冷笑一声，龙凤佩是死物，谁能证明那孩子就是摄政王的骨肉？万一是什么人冒名顶替，意图不轨呢？丞相的意思是说本王连自己的骨肉都认不出来。爹爹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整个大殿都安静了。臣不敢。丞相拱了拱手，臣只是就事论事，摄政王权倾朝野，若有人利用这个孩子做文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朝堂安稳，臣建议将那孩子暂时送出京城，待查清身份后再做定夺。送出去？爹爹的声音更冷了。送去哪里？送回江南即可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看那孩子的造化了。我看到爹爹的手攥紧了，我知道他在忍，但我忍不了了。我从屏风后面冲了出来。你放屁！满朝文武齐刷刷地看向我。皇帝正在喝茶，差点把茶杯扔了。丞相柳红瞪大眼睛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奶娃娃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闯进大殿来了？我是裴豆豆，摄政王的闺女。我站在大殿中央，叉着腰，仰着头瞪他。就是你在朝堂上骂我是野种，骂我娘配撞我爹。丞相的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。原来是摄政王府的小郡主。他笑了笑，但那笑比哭还难看。本官没有骂你，本官只是就事论事。就事论事？我打断他，那我也就事论事。我从布包里掏出迷你算盘，噼里啪啦地拨了起来。去年朝廷拨给边关的军饷总共是80万两白银，但边关只收到了40万两，剩下的40万两哪里去了？丞相的脸色变了。今年春天，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拨了30万两，但河堤只用了15万两，剩下的15万两又哪里去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丞相的声音有点慌。我胡说？我冷笑了一声，这个冷笑是我跟爹爹学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丞相府后院的密室里为什么会有20口大箱子？箱子里装的又是什么？丞相的脸彻底白了，满朝文武开始交头接耳。皇帝放下了茶杯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还有，你和北境敌军通信的信件就藏在你的书房夹层里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把藏在哪页告诉你？丞相扑通一声跪下了，不是跪我，是跪皇帝。陛下，臣冤枉了，这孩子妖言惑众。妖言惑众？爹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笑，不是温暖的笑，是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笑。丞相，本王的闺女才3岁半，你觉得她编得出这些话？丞相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爹爹走到我身边，弯腰把我抱了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被他抱在怀里，他的怀抱很暖，有一股淡淡的松木香。诸位大人，本王的闺女3岁半就能算清户部的烂账。爹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你们觉得她配不配做本王的闺女？满朝文武齐刷刷地跪下了，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小郡主天资聪颖，实乃我朝之福。爹爹低头看我，嘴角弯了一下，就一下，但我觉得这一下比刚才那100句恭喜都值。从那之后，全京城都知道了一件事，摄政王的闺女裴豆豆是个神童，3岁半就能算账，3岁半就能对着丞相哑口无言，3岁半就帮爹爹在朝堂上打赢了一场大仗。但比神童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，他是摄政王的命根子，谁惹他，谁就是在找死。丞相柳红那天下朝之后，脸都绿了，但他没有死心。我知道他还在想办法对付我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裴豆豆有的是办法对付他，毕竟我才3岁半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跟他玩。朝堂上那一战之后，丞相柳红消停了好一阵子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他不是认输了，是在憋大招。我娘说过，咬人的狗不叫，
越是安静，越要小心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宫里来人了，来的是皇后身边的长侍姑姑，姓周，穿的比张妈还体面，笑起来满脸褶子堆在一起，看着和和气气的。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不对劲。摄政王千岁，皇后娘娘听闻小郡主聪慧过人，甚是欢喜，特命奴婢前来相请，邀小郡主明日入宫赏花。周姑姑站在前厅，对着爹爹俯了俯身。爹爹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端着茶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不去。周姑姑的笑容僵了一瞬。这皇后娘娘盛情相邀，王爷若是不允，奴婢回去不好交差啊。那是你的事。爹爹吹了吹茶沫，本王说不去就是不去。我躲在屏风后面，听得清清楚楚。皇后就是那个想嫁给我爹没嫁成，最后嫁给了皇帝的女人。我娘说过，这世上有3种人最可怕，一种是笑面虎，一种是口蜜腹剑，还有一种就是因爱生恨的女人。这位皇后娘娘怕是3种都占了。周姑姑还在前厅磨嘴皮子，又是说皇后多么想见我，又是说太后娘娘也想看看我，软磨硬泡了半个时辰。爹爹始终不为所动。我在屏风后面待不住了，探出脑袋说：爹爹，我去。爹爹放下茶杯，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复杂，有担心，有不舍，还有一种你个小兔崽子能不能消停点的无奈。你知道皇宫是什么地方吗？他问。知道，很大，很好玩。好玩？爹爹的眉头皱了起来。皇宫里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你去了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才不会。我从屏风后面跑出来，动到他面前。我会算数，谁想卖我，我先把他卖了。爹爹看着我这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嘴角抽了抽。周姑姑在旁边笑着说：小郡主天真烂漫，皇后娘娘见了定会欢喜。我转头看她，笑了笑。周姑姑，皇后娘娘是不是特别想见我呀？那是自然。皇后娘娘，那她为什么不来王府看我呢？我歪着头，一脸天真无邪。太后奶奶都说了要来，结果皇后娘娘比太后奶奶还忙嘛。周姑姑的笑彻底挂不住了。爹爹端起茶杯，遮住了嘴角。罢了，他放下茶杯。本王明日带豆豆进宫，你先回去复命吧。周姑姑如释重负，赶紧行了礼走了。她一走，爹爹就把我拎了起来。没错，是拎，像拎小鸡一样拎着我的后领，把我提到他面前。裴豆豆，我跟你说清楚。你说，放我下来吗？这样不舒服。明天进宫不许乱跑，不许乱吃，不许乱说话。爹爹一字一顿，尤其是皇后给的东西，一口都不许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坏人。爹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很认真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可是爹爹，坏人脸上又没写字，我怎么知道谁是坏人？皇后脸上写了。爹爹面无表情，写了个坏字。好吧，我爹的冷笑话功力比我娘差远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爹爹带我进宫，马车晃晃悠悠的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我趴在他腿上，差点睡着了。到了。爹爹拍了拍我的脑袋，我迷迷糊糊的爬起来，掀开车帘一看，哇，皇宫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气派，红墙黄瓦，飞檐翘角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宫门口站着2排侍卫，穿着银色的铠甲，手里拿着长矛，威风凛凛。爹爹牵着我下了马车，一路往里走，我小短腿倒腾得飞快，才勉强跟得上他的步伐。爹爹，走慢点嘛，腿短追不上。爹爹低头看了我一眼，顿了一下，然后弯下腰把我抱了起来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心里美滋滋的。爹爹的怀抱越来越暖和了。走了没多久，我们就到了皇后的凤仪宫。宫殿很大，院子里种满了牡丹花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紫的，开得正艳。周姑姑早就在门口候着了，一见我们来，笑得跟朵花似的。王爷、小郡主、皇后娘娘等候多时了。她领着我们进了正殿，正殿里坐满了人，最上手坐着一个穿凤袍的女人，30岁上下，长得倒是好看，柳眉凤眼，皮肤白净，就是那双眼睛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有点像猫看老鼠。这位就是皇后柳如烟了，她旁边坐着一个穿紫色宫装的女人，30多岁，气质温婉，看起来比皇后和善多了。再往下还坐着5、6个穿各色宫装的女人，环肥燕瘦，各有千秋。我扫了一眼，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后宫嫔妃大聚会啊！这就是摄政王家的小郡主。皇后笑着朝我招手，来，让本宫看看。爹爹把我放下来，我在他腿上蹭了蹭，没动。豆豆，过去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爹爹的声音很淡，我磨磨蹭蹭的走过去，学着福伯教我的样子，俯了俯身。豆豆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哎呦，这小嘴真甜。皇后笑得眼睛都弯了。来到本宫这来。我没动。怎么了？皇后微微一愣。我娘说了，不能随便靠近陌生人。我仰着头看她。皇后娘娘是陌生人吗？皇后的笑容僵了僵，旁边的紫衣宫装女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德妃，你笑什么？皇后的声音冷了几分。臣妾没笑什么。德妃用帕子掩着嘴。臣妾只是觉得这小郡主说话太有趣了。有趣。皇后看了我一眼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，但很快又堆起了笑。小郡主说的对，本宫是该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本宫姓柳，闺名如烟，是当朝皇后，也是你爹爹的皇嫂。哦，我点了点头。那皇后娘娘找我有什么事呀？本宫听闻小郡主天资聪颖，3岁半就能算账，特想见见。皇后从桌上拿起一块点心，来尝尝这桂花糕，御膳房新做的，味道极好。我看了看那块桂花糕，又看了看皇后。娘亲教过我辨毒，辨别毒药，一看颜色，2闻气味，3尝味道。这块桂花糕表面颜色正常，闻起来也确实有桂花香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我凑近了一点，使劲闻了闻，桂花香底下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娘亲说过，有一种毒叫苦杏仁毒，中毒的人会头晕恶心，上吐下泻，严重的会昏迷不醒。这点心里有毒。怎么了？皇后举着点心，手都有点酸了。不喜欢吃桂花糕，那本宫让人换别的。不是不喜欢，我笑了笑，是我出门前吃太饱了，吃不下。我转身跑回爹爹身边，拉住他的手，在他手心里写了2个字：有毒。爹爹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但他没有发作，只是把我抱起来，淡淡的说：皇后娘娘，豆豆还小，肠胃弱，
外头的点心吃不得，本王替他谢过娘娘的好意。皇后的笑容不变。王爷说的是本宫考虑不周。她放下点心，又跟我说话，问我家住哪里，娘亲是做什么的，在王府住的惯不惯。我一一回答，每个问题都答得滴水不漏。但我注意到，她每问一个问题，眼睛都在打量我，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不是找东西，是在找破绽。她在试探我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普通的3岁半小孩。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皇后娘娘，你要失望了，我裴豆豆从来就不是普通的3岁半。从凤仪宫出来，我趴在爹爹肩膀上，小声说，爹爹，皇后娘娘想害我。我知道。爹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绷紧了。他在点心里下了苦杏仁毒，吃了会拉肚子，严重的会昏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娘教的。我娘说，行走江湖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所以从小教我认毒辨毒。爹爹沉默了一会儿。你娘教了你很多。我的鼻子有点酸。我娘说她不在了，我要学会保护自己。爹爹的手臂收紧了，以后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脸埋进了他的脖子里。爹爹的脖子暖暖的，有一股松木香，真好。从皇宫回来之后，爹爹对我就更上心了，每天出门之前都要叮嘱福伯看好我。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问今天我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。他还让冷刃多派了2个侍卫，专门跟着我，我走到哪，他们跟到哪，连上厕所都在门口守着。爹爹，我又不是犯人，你干嘛让人一直跟着我？我抗议！你是本王的闺女，比犯人金贵多了。爹爹头都没抬，继续批奏着。可是他们跟着我，我都不好意思跟街上小朋友玩了。你什么时候跟街上小朋友玩过？你每天不是在吃，就是在去吃的路上。爹爹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好想反驳，但好像确实没法反驳。不过被爹爹保护的感觉真好。我以前在江南的时候，村里的小孩都骂我是野种，没有爹，大人们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，像看什么脏东西。只有娘亲护着我，现在我也有爹爹护着了。我再也不是那个没人要的小孩了。皇后请我进宫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太后耳朵里。第2天，宫里就来了一道懿旨，不是给爹爹的，是给我的。奉太后懿旨，宣摄政王府小郡主裴豆豆即刻入宫觐见。宣指的是太后身边的大太监，姓李，白白胖胖的，笑起来像弥勒佛。小郡主，太后娘娘听了您天资聪颖，特命奴才来接您进宫。李公公弯着腰，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。我看了看爹爹，爹爹皱着眉，欲言又止。爹爹，我可以去吗？我问。太后是好人。爹爹顿了顿，但还是要小心。知道啦。我跟着李公公上马车，这一次爹爹没跟我一起去。他说太后召见的是我，他去了反而不好，但他让冷刃带了10个侍卫，暗中跟着。马车走了没多久，就到了太后的寿康宫。寿康宫比皇后的凤仪宫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院子里种满了菊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开得正旺。李公公领着我进了正殿，正殿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她穿着暗红色的凤袍，头上戴着点翠凤冠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也就50多岁的样子。但她的眼睛是我见过最亮的，不是那种凌厉的亮，是那种经历过风浪，看透世事，却依然温柔明亮的亮。你就是裴豆豆。太后朝我招手，来到哀家这儿来。我走过去，规规矩矩地磕了个头。豆豆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太后伸手把我拉起来，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，长得真好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嘴，跟你娘亲一模一样。我一愣，太后娘娘认识我娘，见过几面。太后的眼神暗了暗，你娘是个好孩子，可惜。她没说完，把我搂进了怀里。太后的怀里很暖和，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。孩子，以后你就是哀家的亲孙女。太后摸着我的头，谁敢欺负你，哀家第一个不答应。我在她怀里蹭了蹭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原来被人当成宝贝宠是这种感觉。太后留我在寿康宫吃了午饭，饭菜很丰盛，有8菜1汤，摆了满满一桌子，我吃得满嘴流油。太后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，时不时给我夹菜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你看你瘦的。太后娘娘，我不瘦了，张妈都说我奶膘越来越鼓了。奶膘好，奶膘好，小孩子就是要胖乎乎的才可爱。太后捏了捏我的脸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正吃着，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母后，儿臣听说您把摄政王家的小郡主接来了。一个穿明黄色龙袍的年轻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，是皇帝。我在朝堂上见过他一次，但那次隔着屏风，没看清楚。现在面对面一看，皇帝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浓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恒儿，你来的正好。太后笑着说：“来认识一下，这是裴季川的闺女裴豆豆。”皇帝盯着我看了3秒钟，然后哇，好可爱。他蹲下来，双手捧着脸，眼睛亮得像2颗星星。你叫豆豆，豆豆你好，我是你皇伯父赵恒，你可以叫我皇伯父，也可以叫我恒伯伯，也可以叫我陛下。您这样会吓到孩子的。旁边一个太监小声提醒。对，不能吓到孩子。皇帝赶紧收敛了一点，但还是蹲在地上没起来。豆豆，你想吃什么？皇伯父让御膳房给你做。想玩什么？皇伯父带你去玩。我想了想，我想吃糖葫芦。糖葫芦，来人，快去给朕买糖葫芦，买10串。陛下，御膳房没有糖葫芦。那就出宫买，快去。这个皇伯父好像真的不太聪明。皇帝陪我吃完午饭，又带我去御花园玩。御花园很大，有假山，有水池，有亭台楼阁，还有各种奇花异草。我正蹲在地上看一只蚂蚁搬家，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听说摄政王的闺女来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哎呀，别挤我！一群人涌了过来，走在最前面的是3个穿宫装的女人，就是那天在皇后宫里见过的德妃、淑妃和贤妃。后面还跟着一群小孩，大的看起来15、16岁，小的跟我差不多大，全是男孩，一个女孩都没有。这就是小郡主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德妃一把把我抱起来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淑妃不甘示弱，从德妃手里把我抢过去，又亲了一口。贤妃更过分，直接把我抱在怀里不撒手了。我生的全是儿子，一个闺女都没有。今天总算能抱抱女娃娃了，你抱够了没有？该我了。不行。
行不行，我先报道的。3个贵妃为了谁抱我，差点在御花园里打起来。我趴在贤妃肩膀上，看着他们吵架，觉得又好笑又无奈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皇帝站出来主持公道，你们3个轮流抱，一人抱1刻钟，别抢。陛下偏心，淑妃跺脚，凭什么他们先抱？因为贤妃是真的爱妃啊。皇帝理直气壮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明目张胆的偏爱，难怪。至于那群皇子，就更夸张了。太子赵玉15岁，是皇帝的长子。据说文武双全，是未来的储君。他看到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行礼，不是寒暄，而是妹妹，我终于有妹妹了。他蹲下来，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眼眶都红了。豆豆，我是你太子哥哥，以后谁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打回去。二皇子赵烨13岁，是个小霸王，据说在宫里横着走，没人敢惹。但他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都直了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只兔子，塞到我怀里，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兔子，我从御膳房偷的。为什么要偷？因为女孩子都喜欢兔子。他的脸红了。3皇子赵玉成11岁，是个书呆子，据说整天泡在书房里不出门。但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书都掉了。妹妹，我教你读书好不好？我才3岁半，3岁半也可以读书。我3岁半的时候已经会背《论语》了。最小的7皇子赵玉成跟我差不多大，3岁半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2个人对视了3秒钟，然后他哭了。哇，我有妹妹了，我不是最小的了。这个家好吵，但是好热闹。从皇宫回来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我的马车里塞满了东西，有太后给的玉如意，有皇帝给的黄金锁，有贵妃们做的衣裳，有皇子们送的玩具。爹爹站在王府门口，看着我的马车，脸色很复杂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太后娘娘留我吃饭了，皇帝叔叔陪我玩了，贵妃们抱我了，皇子哥哥们给我送了好多礼物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把东西往外搬。你看，这是太子哥哥送的小木马，这是2皇子送的兔子，这是3皇子送的书，这是7皇子送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送了什么。爹爹看着满地的礼物，沉默了很久。爹爹，你怎么啦？我扯了扯他的衣角。没什么。爹爹把我抱起来。以后少去皇宫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些人会把你宠坏的。可是爹爹，你不是也在宠我吗？爹爹的脚步顿了一下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嘴上不说，但你就是有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裴豆豆，你再顶嘴，糖就没收了。爹爹，你赢了。在王府的日子，一天比一天好。爹爹虽然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但对我越来越好了。他会在出门前摸摸我的头，会在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好吃的，会在晚上睡觉前来看看我，帮我把被子掖好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，直到那天下午，爹爹被皇帝叫去议事，要很晚才回来。我闲着没事，在王府里乱转，转着，我转到了爹爹的书房。书房的门没锁，我推门进去，在里面东看看西看看。爹爹的书房很大，4面墙全是书，中间放着一张紫檀木的大书桌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和一堆奏折。我在书桌后面翻了翻，翻到一个锁着的木盒子，木盒子不大，巴掌大小，上面雕着桃花纹，看起来很精致。锁是铜的，不大，但很结实。我试着掰了掰，掰不开。我又试着砸了砸，砸不开。冷刃叔叔，我朝门外喊。冷刃从房顶跳了下来，无声无息地落在我面前。小主子，什么事？帮我把这个锁撬开。冷刃看了看木盒子，脸色微变。小主子，这是王爷的私人物品，不能。我知道，我就看看，看完放回去，爹爹不会发现的。不行。冷刃叔叔，我使出杀手锏，拉着他的袖子，眨巴着大眼睛。求求你了吗？冷刃的耳尖又红了，他沉默了3秒钟，然后从腰间拔出匕首，一刀削断了铜锁。属下什么都没做。他面无表情地说完，转身跳上房顶。我抱着木盒子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打开盒子里放着一只簪子，桃木簪子，雕工很精细，上面刻着桃花和一只蝴蝶。簪子很旧了，有些地方都磨得发亮，但看得出来主人很珍惜它。我把簪子拿起来，翻来覆去的看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开了。豆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皇后。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王府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来，但她站在门口，脸上挂着那种让我不舒服的笑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本宫来看看你啊。她走进来，看着我手里的簪子，眼神一闪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在爹爹书房里找到的。皇后接过簪子，端详了一会儿，笑了。这是桃花簪，她说是你爹爹的珍藏。珍藏？对呀。皇后把簪子递还给我。你不知道吧？你爹爹一直想娶王妃，这簪子就是他准备送给未来王妃的定情信物。我的手一僵。未来王妃？是啊。皇后蹲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爹爹还年轻，总不能再守着你娘亲一辈子吧？他迟早要娶王妃的，到时候有了新王妃，说不定还会有新的孩子。你吗？他没有说完，但那意思我再明白不过了。我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桃花簪。爹爹要娶别的女人了，爹爹要有新的孩子了，爹爹不要我和娘亲了。这个念头像一根刺，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。豆豆，你怎么了？皇后的声音带着关切，但我听着只觉得恶心。我没事。我攥紧了簪子。皇后娘娘，你走吧。豆豆，我说我没事。皇后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书房里，手里攥着那只桃花簪，浑身发抖。我想起娘亲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。我想起娘亲临死前说的话：你爹爹不是不要我们，他有苦衷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如果他有苦衷，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如果他有苦衷，为什么从来不提我娘？如果他有苦衷，为什么要娶别的女人？我越想越气，越气越委屈，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。我举起手里的桃花簪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啪！簪子碎成了好几瓣，桃木的碎片散落一地，上面刻着的蝴蝶翅膀断了。我蹲下来，抱着膝盖哭，哭了好久好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开了，我抬起头，泪眼模糊中看到了爹爹的脸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地上的碎簪子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他的脸白了，然后红了，然后青了。裴豆豆，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
你做了什么？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这是你娘的东西。他蹲下来，手忙脚乱地捡起碎掉的簪子，眼眶通红。这是你娘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，你怎么能？你凶我！我哭着喊，你为了一个破簪子凶我！这不是破簪子。裴击川的声音也大了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娘掉的定情信物，是你娘在大火里都没舍得丢的东西。你知不知道这4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就靠看着这根簪子才能睡着？那你想我娘就不想我吗？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天天看桃树，天天看簪子，就是不看我，你是不是不爱我娘了？你是不是要娶别的女人了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裴击川愣住了。谁跟你说的这些？他的声音突然冷了，不是对我的冷，是那种杀人的冷。皇后娘娘说的。我抹着眼泪，她说你要娶王妃了，不要我和娘亲了。裴击川闭上眼睛，他的手握成了拳头，骨节咔咔作响。柳如烟。他从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，像含着刀片。然后他睁开眼看着我，他的眼神变了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心疼，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悲伤。豆豆。他的声音很轻很轻。爹爹这辈子只爱你娘一个人。我抽噎着不说话。爹爹不会娶别人。他蹲下来，把碎掉的簪子一块一块的捡起来，放在手心里。这簪子是爹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是因为它值钱，是因为它是我亲手给你娘做的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更轻了。你娘走的那天晚上，偏院着了火，我从火里冲进去，什么都没抢出来，只抢到了这只簪子。我愣住了。大火！你娘以为我不要她了，一把火烧了自己住的院子。裴击川的声音在发抖。我以为她死在了火里。这4年，我每天都在找她，但我不敢去找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是我把她推开的。裴击川坐在书房的地上，靠着书架，把我抱在怀里。他跟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他说，4年前，先帝驾崩，柳红设计陷害他谋逆，把他关进了天牢。那时候他刚和娘亲定情，娘亲肚子里已经有了我，他以为必死无疑，怕连累娘亲，就在天牢里对他说尽了狠话，说他商贾出身配不上他，说他不认这个孩子，让他滚得越远越好。娘亲走了，第2天偏院就着了火。他从天牢里被放出来之后，疯了一样冲进火场，只抢出了这只簪子。他以为娘亲死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，他恨自己，恨了4年。他后院的桃林是和娘亲定情的地方，他亲手种的那些桃树是他唯一的念想。他每天去桃林，不是因为不喜欢我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。你长得太像你娘了，每次看到你，他都会想起自己当年做的那些蠢事。所以爹爹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小声问。不是。裴击川把我抱紧了。爹爹是太喜欢你，喜欢到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哇的一声哭了，这次不是委屈，是心疼，心疼我娘，心疼我爹，也心疼我自己。爹爹，娘亲没有怪你。我抱着他的脖子，他临死前跟我说，你有苦衷，让我不要恨你。裴击川的身体僵住了。你娘真的这么说？我点点头。他说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认识爹爹。裴击川的肩膀在抖，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的头上。爹爹哭了，杀伐果断的摄政王在哭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抱着他，像他平时抱着我一样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背。爹爹不哭，豆豆在呢。过了很久，裴击川才平复下来，他把碎掉的簪子收好，说爹爹会把它修好的。爹爹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摔他。不怪你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怪爹爹没有早点告诉你这些。从那天起，爹爹变了，他不再只是偷偷来看我，而是正大光明的陪我吃饭，陪我玩，陪我睡觉。他会给我讲故事，虽然他讲的故事又干又无趣，但我还是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会陪我放风筝，虽然他每次都把风筝线扯断。他会教我骑马，虽然他把我放上马背之后，自己比马还紧张。福伯说，王爷这辈子从来没有对谁这么上心过。我说，那是因为爹爹以前没有闺女。福伯笑了，笑得眼眶都红了。桃花簪的事过去之后，爹爹对皇后彻底没了耐心。他虽然没有明面上对皇后动手，但暗地里开始查柳家的底。柳红贪墨军饷，结党营私，勾结外敌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但柳家经营了几10年，根基深厚，一时半会儿还扳不倒。皇后也不是吃素的，她知道爹爹在查柳家，就想先下手为强。她对付不了爹爹，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。那天宫里又来人请我，说是太后想我了。爹爹本来不想让我去，但太后确实想我了，再加上宫里是太后的地盘，皇后也不敢太放肆。爹爹最终还是点了头，但这次他派了冷刃带20个侍卫跟着我，还让福伯亲自陪着我进宫。豆豆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许离开冷刃的视线。爹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，谁给你的东西都不许吃，谁说了话都不许信，除了太后。知道了，爹爹，你都说了800遍了。801遍也不嫌多。我搂着爹爹的脖子亲了他一口，爹爹的脸一下子红了。胡闹！他推开我，但耳尖红得像煮熟的虾。我笑着跑上马车，到了太后宫里。太后看到我，高兴的不行。哀家宝贝金疙瘩来了，快来让哀家抱抱。我扑进太后怀里，甜甜的喊了一声：“太后奶奶！”哎呦，这小嘴真甜。太后笑得合不拢嘴。来人，把小郡主上次爱吃的点心都端上来。我正吃着点心，外面来人了，是皇后身边的周姑姑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听闻小郡主进宫，特备了薄酒素宴，想请小郡主过去坐坐。太后脸上的笑容淡了，皇后有心了。太后放下茶杯，不过豆豆刚来，还没吃几口东西，等会儿再说吧。周姑姑面露难色。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已经备好了宴席，就等小郡主过去了。备好了就备好了，等她吃完再说。太后语气平淡，但不容置疑。周姑姑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不敢说。行了礼走了。我看着周姑姑的背影，心里觉得不太对劲。皇后怎么这么急着让我过去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太后奶奶，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想见我呀？太后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。有些人啊，心眼小，见不得别人好。太后摸了摸我的头，豆豆，以后少跟皇后来往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
但皇后显然不打算放过我。下午我去御花园玩的时候，遇到了七皇子赵玉晨，他拉着我去假山那边捉迷藏，我跟着他跑过去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七皇子哥哥，七皇子哥哥，没人应，我正要往回走，突然看到假山后面站着一个人，不是七皇子，是一个穿太监衣服的人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他。小郡主，皇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。他笑眯眯地说，我不去。我转身就跑，但没跑2步，前面又冒出2个太监，挡住了我的路。小郡主，您别让奴才们难做。领头的太监说，语气还是笑眯眯的，但眼神已经变了。我心里一沉，皇后这是要硬来。冷刃叔叔，我大喊，话音刚落，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咔嚓2声，2个太监的手腕被折断了。领头的太监脸色大变，转身想跑，冷刃一脚踹在他膝盖上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冷刃的声音冷得像冰。没人。冷刃踩住他的手，用力一捻，啊！太监惨叫出声，是皇后，皇后娘娘让我们来的。皇后让你们做什么？让我们把小郡主带到冷宫去，然后什么？然后制造一场意外。我的后背一阵发凉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从假山上摔下去，掉进水池里，被蛇咬了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活不成。皇后要杀我，带回去。冷刃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交给王爷。那天晚上，爹爹发了很大的火，他把3个太监交给了大理寺，连夜审讯。第2天一早，大理寺卿亲自来王府禀报，3个太监供认不讳，是皇后指使他们绑架小郡主，意图制造意外致其死亡。爹爹拿着供状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王爷，此事是否禀报陛下？大理寺卿小心翼翼地问。禀报。爹爹放下供状，但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等本王把柳家的罪证一件一件摆到陛下面前的时候。爹爹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但我在旁边听着，觉得后背发凉。我爹这个人平时不声不响的，一旦说要做什么事，那就是铁了心要做到。柳家完了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爹爹几乎每天都泡在书房里，他不是在批奏折，是在查账。柳家他莫君想的账，不是1本2本，而是几十本，账目错综复杂，一般人根本看不懂，但我能看懂。我娘是江南第一富商温家的嫡女，我从小跟着她学算账，3岁就能看懂账本。爹爹，这个不对。我趴在书桌上，指着账本上的1行字，这里写着军饷80万两，实发40万两，但你看下面的明细，边关实际收到的只有30万两，还有10万两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爹爹凑过来看了看，皱起眉头，你怎么知道边关实际收到了30万两？因为这个呀。我翻开另一本账本，这是边关的接收记录，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。80万两军饷，先被柳红扣了40万两，剩下的40万两运到边关，又被边关的将领扣了10万两，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只有30万两。爹爹的脸色越来越沉。你这些账本哪里来的？我偷偷去丞相府看来的。我眨巴着眼睛。上次进宫的时候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溜进丞相府的书房，翻了翻他的账本，回来就记下来了。爹爹看着我，表情很复杂。裴豆豆，你知不知道擅闯丞相府是重罪？那爹爹要罚我吗？罚你以后不许一个人去丞相府，要去也得带上冷刃。好嘞。半个月后，爹爹终于把柳家的罪证整理齐了。贪墨军饷、结党营私、勾结外敌、陷害忠良，整整20条大罪，每一条都有证据。早朝那天，爹爹带着冷刃和20个侍卫，押着柳红的党羽，浩浩荡荡地进了宫。我躲在屏风后面看，皇帝坐在龙椅上，看着满地的证据，脸都白了。皇叔，这些都是真的，陛下自己看。爹爹把账本和信件递上去。柳红贪墨军饷300万两，勾结北境敌军，出卖军情，导致边关将士死伤无数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柳红跪在大殿上，浑身发抖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这些都是摄政王陷害臣的。冤枉？爹爹冷笑。丞相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本王的闺女3岁半就能算账，你贪了多少？她一笔一笔给你算得清清楚楚，要不要本王让她来给你念念？柳红的脸白得像纸。皇帝翻完账本，脸色铁青。柳红，你还有好话可说。柳红抬起头，眼神疯狂。陛下，臣为朝廷效力3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摄政王他狼子野心，他想篡位，他在陷害臣。陷害？皇帝把账本摔在地上。300万两军饷，300万两。你知道边关的将士1年才多少饷银？你知道这些钱够他们吃多少顿饱饭？柳红瘫在地上，说不出话。皇帝下旨，柳红满门抄斩，柳氏一族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皇后柳如烟身为国母，蛇蝎心肠，残害皇室血脉，罪不可恕。念其多年侍奉，免死，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终身不得出。圣旨一下，满朝哗然。柳家经营了几10年，根深蒂固，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是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抱着算盘闯进了大殿。那天晚上，爹爹抱着我坐在后院的桃林里，心中的桃树已经长高了不少，虽然还没开花，但已经有了花苞。爹爹，明年桃花开了，我们一起看。好。爹爹，你说娘亲在天上能看到我们吗？裴继川抬起头，看着满天繁星。能。他的声音很轻。他一定在看。我靠在爹爹怀里，闭上眼睛，风很轻，夜很静，爹爹的怀抱很暖。我想娘亲说的对，爹爹不是渣男，他只是一个不知道怎么爱的人，但他会学的，我会陪着他一起学。很多年后，我长大了，不再是3岁半的小奶娃，而是京城最受宠的安乐郡主。爹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的心比任何人都软。我出嫁那天，爹爹拉着我的手，在花轿前站了很久。豆豆，他的声音有点哑。要是他敢欺负你，你就回来，弟弟永远给你撑腰。我看着他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
道：“爹爹，你以前都不抱我的，现在抱得比谁都紧。”爹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开怀。爹爹老了，要学会珍惜。花轿走了，我掀开轿帘，回头看，爹爹站在王府门口，一身玄色锦袍，风吹起他的衣角，他没有哭，但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，就像很多年前我第一天到王府的那个晚上，他坐在我的床边，捧着娘亲的画像，红了眼眶一样。有些人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装着全世界。我爹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装着我娘，装着我，装着这个家，装了一辈子。